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关于习派江派决一死战的特别节目啊。上集节目中说到了习近平是如何利用这些疫情灾情来收割全世界的，以及曾庆红和江派在香港与习近平之间的博弈啊。其实呀，现在的战火已经延烧到了上海了。上期节目中我也说过了啊，那你们也都知道了。那延烧到上海的可不只是疫情啊，还有蛋壳公寓这个房地产金融一系列的领域。来看今天的标题：江泽民与习近平决一死战，蛋壳公寓爆雷，王岐山的房租贷坑死无数人，卧底5000人到蛋壳公寓维权群，详情比预想中糟糕数百倍。面具人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党内的真正的金融消息，你们在别的平台绝对看不到的有关党内的真正的政治秘密啊！这还牵扯到了川普还有全球资本家是如何利用资本来操纵大国政治的。这个线索路线很长很烧脑的，你们看节目之前呢，要先自己清空一下大脑，准备好和面具人来解开中国这些官商勾结以及世界资本错综复杂的关系了吗？好，然后呢，讲完这块呢，面具人我这里还有一些租客被驱赶的现场偷拍的视频啊，确实让人看这些视频感觉啊，心里面挺悲凉的，一会儿放给你们看啊。首先来告诉大家，蛋壳公寓和蚂蚁金服是绑定的，咱们先从这里入手啊。大家用过蛋壳公寓的房租贷吗？没用过的也听说过吧？申请这个玩意儿的时候要看你的芝麻信用分，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料，你要填很多详细的情况。那很多人说，哎呀，申请网贷很多平台都会看芝麻信用分的，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好，那接下来面具人我要给你们讲讲这个蛋壳公寓和蚂蚁金服的深度关系了啊。老虎环球基金的持股比例为 19.9%， 拥有 5.6% 的投票权。愉悦资本持股为 15.6%， 拥有 4.4% 的投票权。KIT 持股比例为 9.9%， 拥有 2.8% 的投票权。CMC 持股比例为 8.9%， 拥有 2.5% 的投票权。蚂蚁金服持股比例为 8.6%， 拥有 2.4% 的投票权。这是蛋壳的几个主要股东，咱们就说重点啊。蚂蚁金服的持股比例是 8.6%， 这个老虎环球基金呢，它是大股东，持股比例是 19.9%。老虎环球基金是非常有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创立于1980年的老虎基金是举世闻名的对冲基金。到了1998年，它的资产由创建时的800万美元迅速膨胀到了220亿美元，厉害不厉害？这家公司的老板啊，就是传奇投资家朱利安·罗伯逊。朱利安和川普的关系非常好。朱利安经常赞扬川普，说川普将公司的税率从 35% 降低到了 21%， 这个举动非常好。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这个举动实际上呢，等于是帮助中上阶层的底层老百姓，没开公司的或者是收入不高的，减税和他们这帮人没什么关系，照样要交税，并且呢，交的这个按比例来说呢，那肯定是富人减的越多越好嘛，是吧？按照比例，那也是要比穷人交的那个数量质量要大很多。美国的基尼系数呢，现在已经快爆表了。基尼系数是按照1到10来排的，越接近于1，那证明财富差距越小，越平等；越接近于10，就越剥削，财富严重不平等。芬兰、瑞典、瑞士、丹麦、挪威这些高生活质量、高福利的国家，他们的基尼系数基本上就在 2.6、2.7。大部分都在 3.0 以下，欧盟整体在3左右，大家的生活水准都差不多。基尼系数突破4，达到5以上，社会就至少有很多人的贫富差距很大了，这样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中国的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7点多，其实呀，美国在这方面也不差。2018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就攀升到了 4.85， 创下了50年来的新高。而今年由于疫情降低了工薪阶层的收入，同时呢，美联储放水刺激股市引发的美股牛市，让富裕的人群的资产不减反而增加了，贫富差距只会进一步加大。现在的基尼系数肯定是5以上了，和中国差不了太多了。中国7点几，美国5点几嘛，对吧？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朱利安不止一次公开夸奖过川普，他还说过
川普总统做得非常出色，他应该有更好的举止，他更像是国家道德标准的承担者，如此高规模的赞美啊！川普的顾问还和老虎资本参与了 Uber 和滴滴的并购，川普和老虎他们的关系深得很呐。还有一篇英文文章写的是美国的富人资产在这几年，尤其是去年到今年啊，急速的在增加，穷人更穷，富人呢更富。我一会儿把链接抛在我的内容简介里面，你们自己拿翻译软件看啊。这个老虎投资和川普的关系不仅如此，我给你们看啊，大家都知道字节跳动吧？嘿嘿嘿，就是抖音的公司嘛。2年前啊，在日本科技投资企业软银集团牵头的30亿美元融资交易后呢，投资者对字节跳动的估值为750亿美元，使它成为了仅次于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的全世界第2大最值钱的非上市科技公司。老虎管理公司的创始人朱利安·罗伯森说，老虎基金开始以大约为750亿美元估值的一半的股票价格投资获得字节跳动的股票。看到没？川普的好朋友朱利安投了字节跳动，这还是2年前的事情啊。后来呢，通过2级市场收购了更多的股票，增加了对字节跳动的持股比例。据几位熟悉交易的人士透露啊，字节跳动的股票最近在2级市场易手，股票的价格使该公司估值在9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刚才我也说了，老虎和川普的顾问参与了滴滴出行的并购啊。那么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看，川普先说是封杀字节跳动，封杀抖音，然后又说让抖音把股权交给美国公司来控股。现在呢，抖音居然可以畅通无阻的在美国上市，而字节跳动的大股东又是老虎投资，老虎投资又和川普的顾问投资了滴滴出行，懂了吗？现在绕了一大圈，你们大概看明白了吗？不管是川普还是美国的金融大鳄，他们都围绕着中国的公司在转圈呢，并且呢，想从里面刮一杯利益，懂了没？你们真的以为大国之间的博弈就是脑子一拍就立刻能决定的吗？那说了这么多，和今天的主题的蛋壳公寓有啥关系呢？你们看好了啊，蛋壳公寓的大股东是老虎投资啊，那习近平和川普是好朋友，川普和老虎投资又是好朋友，蛋壳公司是上海公司，那上海这边跟习近平又不对付，蛋壳公寓里面还有一个持股比较大的，那就是蚂蚁金服，对吧？那就是说蛋壳公寓和蚂蚁基本上算一锅的，那习近平又控制整个中国的金融江山，对吧？江泽民这一派系，上海派系，等于说是在这一个支线或者另外一部分反习近平，那习近平可以操控整个盘，尤其是借助他的好朋友川普和这个老虎投资的力量，把蛋壳抽空，对不对？或者是阻止蚂蚁金服上市，对吧？马云前段时间公开羞辱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系统就是没系统，所以你看啊，把马云收拾了，让马云上不了市了。蛋壳公寓的老虎投资也一直在撤资啊，高位离手，把蛋壳快卖死了，你们知道吗？美国 SEC 提交的 Form 20-F 的年报显示啊，2019全年蛋壳公寓的收入达到了71.29亿元，同比增长了 166.5%， 年度净亏损率和经营调整亏损率同比分别收窄 3.0 和 3.5个百分点。运营规模也在快速扩张，截至2019年12月31日，蛋壳公寓在中国的13个城市运营了 43.83 万间公寓，同比增长了 85.4%， 营收也在增长啊。那你们想一下嘛，营收增长，亏损缩窄本来就是好事儿啊，是一个经营优良的体现。可是你们再看啊，在8月26日至11月16日，蛋壳公寓的股价从 8.15 美元一路跌至 1.37 美元，期间的跌幅可达 83.19%。 在自然情况下啊，股票是不可能在市场结构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下而达到如此大的跌幅的。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率是庄家拉高出货，想要玩死蛋壳啊，套利走人。
参考獐子岛啊。在这个点位下，庄家撤资高位离手是不亏的，懂了吗？但是蛋壳和剩下来不及撤的股东就惨了。那这个风险转嫁给谁？剩下的股东，那股东要转嫁给谁？转嫁给散户百姓呀，草民韭菜呀，对吧？蛋壳本来还可以靠着蚂蚁金服上市来吸一波血，维持一下生活，结果呢，蚂蚁金服也被叫停了。川普这边呢，他现在忙着夺权呢，对吧？老虎资本现在应该是撤了，蛋壳当然要爆了呀，对不对？没人管他了，大家都想要他死，是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呢，是老百姓被黑心资本家坑了，实际上呢，是这世界上顶尖的大佬、金融大鳄啊、政治家在互相博弈呢。你们看出来了没有啊？习近平和他的好朋友们在对决江派呢，而马云呢，也是在10月底，等于说美国大选基本上没有悬念了啊，民主党赢定了啊。马云混了这么多年的江湖啊，在政商两界来回转，是吧？他肯定是老油条，他也能看出来民主党是铁定赢的啊。民主党赢了，民主党更注重这种人权呀、普世价值呀，包括民主党和江派这边的关系也比较好，是吧？那他马云才敢反袭的。结果你们看啊，习近平呢也是联合他的好朋友，联合西方资本这些镰刀的阶层啊，比如川普，比如这个老虎投资禁止现在蚂蚁上市，而且呢撤资蛋壳，想要挤爆蛋壳。在民主党上台之前呢，习近平想要尽力清剿国内的清江势力的这些资本，知道吗？并且呢，习近平也成功的利用蛋壳工具发动起来了人民战争，利用了民意，把这种官方的自导自演的暴雷方式演变成了发动群众斗群众了。面具人我之前在节目中我也说过啊，就是国内的这些金融暴雷啊 P2P 暴雷，多数都是官方和这些企业家有一个默契配合的，甚至就是他们自导自演的为的就是把剩余的资本抽走，然后让老百姓背锅。但是呢，老百姓却意识不到这个东西是官商勾结，老百姓只是觉得自己被坑了。你让中国的这些没有逻辑的这些人，他们能想明白几个道理？当然了，我承认大陆人还是有点逻辑的，比这些极端的川粉港台粉要好很多至少呢，大陆人在见到利益的时候，那个智商瞬间就从0提到了280，知道吗？其实这种人民群众斗群众是共产党一贯玩的套路，大家也都知道了。但是我来说一下这个蛋壳公寓这种托管房租租房的方式倒是没什么问题的，帮你找租客，帮你管理租房，挺好的，大家都赚钱嘛，各取所需。但是现在呢，这个蛋壳租房的模式已经发展成了人民战争了，而且牵扯的板块非常多，可以把主流的板块都包刮进去了。形成的这个链条非常复杂，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看中国官方这边是怎么说的这届年轻人趟过了股灾 P2P 新冠肺炎，却没想到被互联网长租公寓逼上了死角。中午刚在蛋壳交了2万的年付租金的人呢，晚上就被房东赶出了大门。拿着行李的有些人呢，被房东赶出了门呢，拿着行李在24小时的 KFC 坐着，没地方睡觉，只能在这种过夜的餐厅里面坐着。一度呢，有些人都快活不下去了。95后的北漂小伙小新在一个群里面也讲述了自己类似的故事。他尝试打蛋壳公寓的客服电话，也尝试去位于北京蛋壳公寓总部去上访蹲守，但是呢都被拒绝，吃了闭门羹。被有着同样遭遇的小肖拉到了一个蛋壳公寓的维权群以后呢，他才又燃起了一丁点希望。交了房租被赶出门还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糕的是这个受害者小新还得继续还租金贷，否则呢你这个贷款不还上的话，会影响个人征信的。这个征信你搞不好了以后，你坐高铁坐不了，
你找好工作找不了，你买房买不了，你坐飞机坐不了，很麻烦的。而且更令人揪心的是，蛋壳暴雷，租客与房东都是受害者，都是冤大头，同为受害者，却彼此成为了敌人，你们知道吗？这就是共产党的高明之处。我慢慢给你解释啊。你看啊，我跟你说啊，他们怎么样把这个租客跟房东变成对手的啊？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啊。每天都从噩梦惊醒，怕一睁眼就无家可归。据悉，陈先生的情况更加棘手，他是年付用户，还有7个月房租才到期，加上押金，一共还有2万多给了蛋壳。但是呢，房东从月初就因为没有收到租金而下达了逐客令，限他3日内搬出。他表示，现在蛋壳公寓的形势不太明了啊，什么情况什么说明也没给，贸然退租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尴尬的境地。也就是说，房东不愿意给租客退租，但是呢要把租客赶走，租客却把房租交给了蛋壳，蛋壳在抽取了一定的服务费之后呢，蛋壳应该把房租给房东，但是现在蛋壳的资金链出现问题了，无法及时的给房东租金，所以房东等于没有收到房租。房东迁怒于已经把钱交给蛋壳的租客或者是已经用了房租贷的租客，就是这么复杂。等于说是租客也确实掏钱了，但是呢房东没有收到钱，房东因为没有收到钱，房东就有理由把租客赶走，迁怒于租客嘛。那房东究竟有没有权利赶走租客呢？这租客可是已经真金白银掏钱了呀，对吧？很多房东给出的理由是，房东与蛋壳签署的合同上面清楚地写明了，若蛋壳逾期15天没有给房东房租，房东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并收回房屋。所以呢，大部分租客都遭到了房东的驱逐，只有少部分房东人比较好说话，心比较好，和租客协商出来一些，比如说少交一点呀，各自承担一半呀，或者说是晚些时候再说的这类方式。但是呢，大部分房东还是比较凶恶的，咱们在外面租过房子的人应该都有深切的体会，对吧？很多房东是很难说话的，跟大爷一样，是不是？有些房东呢也向记者诉苦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租客的情况我们也是非常理解，对吧？可是舆论都倒向租客一边认为他们出门在外，或者是刚毕业不容易，没有钱，很可怜。但是我们这些房东也并非都是衣食无忧的呀，我们也有一大家子人要供养呀，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对吧？而且我这房子每个月还有房贷要还，对不对？我不收租金，我也没钱还房贷呀，对不对？其实呀，这个确实这种问题面具人我觉得很难调和，双方的人都是人，双方的权益都受到了损害。而且呢，这中间还有更蛋疼的是，租金贷这个玩意儿牵扯了蚂蚁金服和腾讯的微众银行。那蛋壳被挤爆了，这些租客无法享用房屋了，房东把他们赶出去了嘛？但是这个房租贷已经把钱贷出来了，这种贷款属于消费贷，你把钱贷出来了以后，人家只认你，至于你把这个钱拿去买什么了，买的东西人家给不给你兑现，那是你和商家的事情，与贷款方没有关系，人家把钱给你了，你怎么花那是你的事儿人家只认欠债还钱，对吧？但是面具人我认为这里面可能还有个漏洞就是这个房租贷和微众银行属于合作关系，那这个钱是专款专用的吗？钱是否有经过贷款者手里面的这个流程？如果说钱到了客户手里面，那这个贷款的程序已经结束了。至于客户拿到钱之后他怎么花，哪怕是把钱扔了呢，钱也是必须要还的。但是这个租金贷如果没有经过客户的手，直接到了蛋壳公司的话，这中间微众银行本身就是要承担责任的，具体要看承担的责任有多少，是大还是小。但是如果说钱没有经过客户的手，直接到蛋壳公寓的话面具人我也是学过一点法律的，那这个微众银行从法律上来讲绝对是要承担责任的。
租金贷是微众银行提供给蛋壳公寓的一项服务，租客在没有能力支付租金的时候，可以向蛋壳公寓申请租金贷，按月分期来还这个所谓的贷款变相的租金。本来呢，这也是个便民的好事儿，大家各取所需嘛。你赚利息他掏房租解了燃眉之急。可是呢，现在成了搅屎棍了。这中间呢，直接就是三角债，甚至是多角债的关系，里面有房东、租客、蛋壳、阿里、腾讯，这里面还有更深的套路呢。有网友爆料说，蛋壳还向微众银行以个人的征信为担保，借放大贷。什么叫做放大贷？比如说你个人征信，你自己只知道贷了半年，结果人家贷了1年；你只知道贷了1家，结果人家贷了3家。比如你说你租房子你只需要借半年的钱，结果蛋壳跟微众银行签了1年，实际上等于你背了1年的债，你只掏了半年的房租，你要多亏半年，这个东西是你自己不知道的。那这些资本公司等于拿你的征信在借钱，至于他后来有没有把你的这个窟窿填上，那要看他公司的运作情况有个叫王小姐的爆料说，当时他并不知晓这个租金贷的操作流程是蛋壳公寓以他的名义先向微众银行借1整年的房租，再让王小姐按期偿还。其实这个王小姐只借了半年她只租半年其实去年吧，还有个叫做智慧易购的那个0元买车的平台我在网上还看到新闻了，也是利用个人征信做消费贷放大贷，最后呢也都爆雷了。很多车主呢买1辆车最后呢背了3家甚至5家贷款公司的钱最后呢这些人被人家公司拿走征信贷出来的钱也被拿走了，剩下的钱他自己要还，并且呢还的这个钱是远远大于他的这辆车的钱。你想嘛，你贷出来的这个车车押1家，消费贷做1家押这个车本再押1家然后做信用贷再做1家2家，对吧？给你做出来3、5家，实际上呢，你认为你好像是没花钱买的车，等于就是拿你自己的贷款来还你自己的车，最终呢，这个盘子是越滚越大你看起来你是没掏钱，只是你前几个月、半年、1年你没掏钱。比如说你买这个车20万，他给你贷出来了80万他可能留下来10万块钱，让你自己拿这些钱慢慢还车等于你好像觉得你没掏钱。然后呢，这个公司拿出来了70万，他自己吞掉了，懂了没？蛋壳公寓也有点类似这种情况。其实一个公司资金周转紧张了以后，他急了以后呢，他确实有可能动这方面的歪心思以客户的名义和征信去借钱，借过来钱把钱撸过来自己运作，明白了吗？你别小看这种钱人多起来1人几万块，那几万人下来就不是小钱了，对不对？就像那个智慧易购，最后有些人都活不成了最后还要被这些公司追债平白无故多出来那么多钱毕竟借钱的征信的都是你自己嘛，看起来是一时沾光，但是后患无穷呀。只不过这个智慧易购是利用人们的贪婪，而蛋壳公寓的租客呢就很无辜了，确实单纯的是被人利用了。人在江湖飘掏房租有难度的，这个确实可以理解。但是呢，你说蛋壳公寓利用人们的苦难来搞这种资本诈骗，确实是很蛋疼但是呢，你退一步来讲，真的是蛋壳公寓这个公司想要走到这一步吗？嘿嘿，这就是我党的高明之处其实这件事儿你表面上看起来是商业纠纷引发的群众纠纷，人民群众斗人民群众，对吧？房东和房租斗租客和房东斗，对不对？然后房东又和公司斗，公司又和贷款公司斗贷款公司又和租客斗。这个事件呢，其实是精英阶层故意发动起来的人民互斗，这种互相拉扯，谁也说不清谁是谁的局面，最符合共产党的统治。搅浑水嘛，浑水搅了以后，他才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嘛。因为这个浑水搅起来了以后，共产党是不怕的，
共产党的统治讲究的是暴力原规则，暴力是顶点。我上个节目中也讲过，随着科技和武器的发展，百姓的战斗力和政府军队的战斗力差距会越来越大。你别说你百姓有枪怎么样，你就算百姓有枪，可是人家政府军队有飞机、坦克、大炮，对不对？人家甚至还有核弹呢，你怎么跟政府拼，对不对？况且呢，退一步来讲，政府掌控教育资源，掌控金融系统，掌控这个大数据呀、科技呀这些玩意儿，对不对？它可以给你来软的呀，一代一代的给你驯化洗脑呀，是不是？所以面具人我得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啊？就是科技越来越发展，民主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因为科技会导致这种高精尖武器啊、脑控武器、洗脑啊、大数据、算法控制人这种手段会越来越多，甚至呢就是消灭人口的手段也会越来越多。那一旦是老百姓的权利、科技领域啊战斗力和权力者的差距过大的话，那想要维持民主这个玩意儿，就真的成为人们的道德底线了。能维持民主的只有当权者的道德底线了，你们明白吗？现在演变成什么了？大家互相斗，互相仇恨，斗来斗去，韭菜还是要被割，你知道吗？那作为当权者来说，他如果消灭老百姓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他没有博爱心的话，他掌控军队，他掌控暴力甚至军队的这些人也开始思辨了，道德底线戳破了。就像美国的这边军队的司令官呀、总参谋呀，他们就觉得老百姓就应该当奴隶，就该剥削，就该压榨，这等于戳破了宪政、民主、三权分立的人的道德底线了。那如果真的是什么大法官呀、军队的司令官呀包括总统呀，大家都戳破道德底线了，来奴役老百姓了，老百姓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就算你有什么小米加步枪根本没有用，人家有飞机、坦克、大炮、高射炮一发导弹下来轰平你几十万人没问题，对不对你怎么和政府斗？而且政府如果真的是把国家机器开动起来大数据一监控瞬间定位你，消灭你，对不对？中共不就是吗？他就是利用高科技和不对等的武力来镇压人民的呀，对不对？美国想要做到中共这个程度，只需要这些当权派这些统治者戳破他自己的道德底线。真正的就像这些大外宣说的美国的警察、美国的军队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都是共产党，那也没见美国现在像共产党这样呀敢说一句话就把谁毙了，敢不敢？对不对？民主这玩意儿呢，真的是靠人的人性道德来维持的。咱们华人你没看没有一个民主社会，为啥？因为咱们华人根本不懂民主是啥，华人连最基本的反对声音都听不得，而且特别的情绪化。人家老外至少还有这个理想或者是理想主义，对吧？咱们华人只有实用主义人家可以为理想、为价值而战，咱们只为价格而战。实际上你看中国和西方的斗争你可以把它缩影为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斗争，谁强谁弱？目前来看呢是焦灼状态。实用主义呢，你看中国的这种极右唯物主义法西斯人人讲究利益，讲究价值无所不用其极，唯利是图。它有它的好处，它的渗透力，它的这个洗脑能力，它的这个操纵能力特别强。每一个华人几乎可以说都能被收买的，懂了吗？因为他们眼里面并不是为了这个道德而战的，知道不？他们是为利益而战。美国给的利益多，他们就靠向美国。那同样的，中国也可以给你开出来更大的这个价码，对不对？美国它毕竟不像中国这种政体，它可以无节制的去撒币，对不对？中国在这方面就有好处了呀。无非就是多割几波韭菜嘛。你想要多少钱，你可以为党服务，党只要看中你是个人才，对不对？当然了，国内这边的维稳那就是让大家互斗嘛，互相仇恨嘛，斗来斗去，最后呢，韭菜还是要被割你看国内的新闻，现在不是谁把谁干掉了，谁把谁迫害了，
就是每天天天都是这种死人杀人的新闻，对不对啊？习近平搞恐怖统治呀！你们仔细看啊，这个弹壳爆雷的事件啊，每个人的角色环节都是受害者，但是每个受害者又可以找到所谓的债主，他们都可以互相匹配，互相捉对厮杀。房东和租客，租客和微众银行，微众银行和房东，微众银行和蛋壳，房东和蛋壳。你们可以看看啊，这个现场视频的老百姓是怎么斗的。你们看完这个视频，面具人再给你们说出来一个老百姓互斗的关键点啊！你们得跟蛋壳。你录吧，你录一下，你录一下。你到这个月底就走了，你不要趟这个水了，你上一边。你这个月底就走了，我知道。我不管，我们仍然有使用权，不管你拿不拿红本。哎，你，其实我知道你们是蛋壳，你们跟蛋壳签的合约是跟蛋壳去聊，不要跟我们来聊。我们已经报警了，报警就对了。对。报警了，报警对了，我开我自己家的门呢。对，我开我们自己家的门呢。反正我们现在还有使用权，如果你们要做什么的话，我们也可以。你现在可以报警，现在可以报警啊！我已经报了，我已经报了。对，你报警了，报警了，我就等着你报。对，我们已经报了，而且现在是我们在住。爬进来的对吗？没错，我自己的房子，我平时是这样。你干嘛？你不要碰我啊！你干嘛啊？录下来，他哪打了我？你们走开。都破是吧？都破了啊！都破是吧？对，都破。门有点宽，借不住力。还有几个？一个、两个，就这俩是吧？这箱子那里头还有一只。上脚，你这个。对，上脚了，快了，对。这还有一个吗？这个。好的，都没有人了哈。臭的这个。嗯。没人。没人。好长时间没录了。不是，这个人搬走了，好长时间没录。提前搬走了。那两个是应该刚刚走的。你不是完美。那个交接啊？这门锁。对，户口站。对。谢谢。然后怎么弄啊？我还需要签个字吗？不需要啊，谢谢您了啊，真不好。有需要的话再联系你。哎，太好了，因为我这个我要打官司用的也是。你们也看到刚才这个视频了，对吧？双方都说要报警，结果呢，报警警察来了以后，警察有把门撞开的，或者说是警察给你们协调一下，忽悠两下啊。但是面具人，我给你们说啊，警察一般都是踢皮球过来看，把你们哄两下，能平息了啊。警察大概率是偏向房东这一方的啊。对于租客或者外地来的没权没势的这些人呢，先把你打发走。毕竟呢，这个房子的什么红本呀、产权证啊，还是人家房东的，对吧？警察他下意识的也会偏向房东啊。最不行就是说你们协商这个房租少给点儿，或者是你先搬出去，或者你们找律师去法院告去，对吧？我们警察管不了你这种纠纷。看完了吧？好，面具人，我给你们说这个关键点你们自己仔细看看蛋壳爆雷的整个事件这个循环里面都触及不到背后真正搞事情的我党习近平、红二代，还有那些美国的老虎资本呀什么的顶尖资本家、政治家。你们底层怎么斗，党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你们再怎么斗，也涉及不到我党和这些顶层的资本家、权贵你们再怎么斗，老百姓都是有错的，老百姓就是该死。
党是为民发声的呀，党是爱民如子的呀，对不对？真正稍微有可能触及到一丁点顶端的就是这个蛋壳，那这个蛋壳现在也是快死了，本来就是蛋壳他背锅，对吧？那也是因为马云江派这些斗争啊，蛋壳也被拉出来杀鸡儆猴了，对不？刚好呢可以利用蛋壳挑起房东呀、投资者呀、租客的这些人民情绪、仇恨情绪，甚至最后民怨足够的话，把老百姓的仇恨煽动起来的话，直接以老百姓的名义把马云拉出来游街批斗黑五类，对吧？甚至是替老百姓出气，对吧？反腐，对不？以人民的名义惩戒腐败的江派集团，直接动手灭了江派的人马都可以，对不对？人民的名义嘛。